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直播。首先我先讲两件事情啊，我们很快把它讲完。第一个就是我们消灾忏罪的中元节法会啊，老师忘了一个东西，就是说之前我们在新增的时候有朋友提醒我是说，那我们冤亲债主怎么办呢？哦，消灾忏罪，但是回向给冤亲债主啊，不是只给回向家人的。所以说啊，在报名的表格，老师增加了一个要回向给你的冤亲债主。所以说，如果你之前是回向给别人的，那你现在想改成冤亲债主的，那请你用赖跟老师联系，然后附上你的报名的名字，还有报名的名字啦，还是什么东西，跟老师联系，我可以帮你把它改成啊原来回向给其他人的啊，改成你的冤亲债主，这是可以的，因为里面有个累世冤亲债主。那么第二件事就是说呢，我们简体报名网页上面啊，老师当时看测试是可以跑得过。但是我忘了去看表格，说当时的表格没有出来，就是没有出来，是说你没有回向给谁，那个都没有出来。那这两个东西老师都修正了哈。所以说呢，如果之后你还要加报，或者是说你要修改你要回向的对象，一个人可以报多个没有问题，但是你的对象只能一个。累世冤亲债主、立世的那个祖先啊，或是你要回向给谁啊，都可以。那也可以回向给十方众生。那你说我的祖先都已经顺利了，都已经往生很久了，那也是说我没有什么冤亲债主的问题。你想回向给十方众生，那也是可以的，好吧？这个表格里面都有，好吗？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说，那个老师的留言会开始更新哦。那这一段时间，老师已经大概一个月的时间了。老师每天早上大概7点半8点起床，每天要干到晚上2点，然后就是一直这样过一个月了。这个其实礼拜六礼拜天可以睡久一点，但其他时间大概差不多这个进度。所以说我们更新速度啊会变得比较固定啊，没有突然像之前一样临时更新。因为老师在写一个智慧 AI 的模组啊，那个模组啊可以变成我最好的助理啊，就是说呢。他会记得我讲过什么，我跟他分析什么，我教他什么，所以是说呢，那个以后他可以帮助我很多事情，但是我必须要花时间把它做起来。我年纪大了，你知道吗？我那个眼睛不要看我想这样盯下去啊，我是看那个有老花很严重哦，做动作就慢一点，而且失败的次数啊，你不是说做系统一次都成功了，我又不是本科的，对不对？我是一个念法律出来的，所以说我去写这个程式啊，已经力不从心了，加上网站要被攻击，现在也都没问题了啊，我都把它都修好了。所以说啊，这个在之后啊，我们的更新速度会越来越快啊，节目更新的越来越多，因为AI 助理这个东西做好了，那其实可以抵上很多的事情，因为 AI 这个东西啊，真的是用得好哦，它就可以帮忙。现在为什么已有的 AI 老师没有去用呢？就是因为你问久了，无论是 DeepSeek，无论是 GPT，无论是任何的 Cloud 之类的，你问久它就傻掉，它就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对不对？它会混乱掉，上下文会混乱掉。那我研发这个技术啊，是可以完全规避这个上下文的问题，他永远记得我讲过什么，我教他过什么这个是我花了啊，不能再讲，我再讲眼泪都要掉下来，那真的是没日没夜，睡觉吃饭都没有味道哦，真的要命的事情，好吧？然后接着这样子哈，那有个朋友说，龙边空的房子真的比较不好吗？有的补救吗？不容易啊，龙边空的房子不容易哈，左青龙右白虎嘛，你讲的是这个嘛？这个对男主人不好哦，这个你要补比较没有助力啦，你不是说完全不好啦，就是比较没有助力啦。那两边空怎么办？两边空那就没差了，你就没有不平衡的问题。那当然这个是行家了啊，行家以后我们会上到这些课。那当然尽量不要挑左边空的东西啊。那你要怎么去规避这个问题呢？其实也不用特别去规避啦啊，只是稍微对男主人扣分一点啦。那也只有男主人扣分一点，那其他也还好，对不对？扣一点分没什么事情的，那个还好啦，就是比较不好，但是没有到是说要你的命了，好吧？这样我回答你，这样希望你能够满意，好吧？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哈，那个很多事情跟各位报告过哈。所以说我们下个月开始哦，应该是说那个下礼拜大罢免完之后哈，我们投完票之后啊，老师会比较积极的告完这些东西，因为现在还有最后的程式要收尾啊，希望赶快过这个修罗场了。我从5月写到7月，我都快死掉了，到8月还没写完，因为一直失败，一直失败，一直失败。我告诉你，孙中山失败的次数多，还没有我写程式失败的次数多，这就知道那个多难搞了，好吗？那晚安了，那我们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哈。在我们首先的主题，我们谈到之前一直没有谈到的是俄罗斯。俄罗斯这件事情啊，其实我们之前稍微小谈一下，就是关于它的马铃薯的这件事情。就超市里面的马铃薯啊，它必须要给谁去来进货呢？因为俄罗斯啊，我们之前谈到是俄罗斯，它能打仗打这么久，不外乎它的粮草是不求人的。粮草跟能源来讲，这两件东西啊，俄罗斯不求人，所以说它仗怎么打，它怎么赢。所以我们之前的大前提是在这个状况。所以有人都说，老师你不懂，你一个算命仙，你这个神棍怎么不懂？那个乌克兰都拿了北约的资源，他打进莫斯科了，你墨在哪里？对，莫里乌斯啊，是不是？你墨在哪里？没有我们的墨，对不对？所以说你是不可能的，你一定是说有养草的人，然后他们有食物、有农产品，大量的黑土层，一定种出大堆的农产品。
对不对？还有就是说什么呢？还有他们农牧业很强，而且他们呢有石油、有天然气，啥都有。那在这个状况之下，俄罗斯怎么打都不怕。那这个事情言犹在耳，所以我们在前2周的时候，我们谈过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俄罗斯它的一个马铃薯啊，已经没有人去采收了。为什么？因为你南丁都去打仗了，对不对？俄罗斯啊，虽然号称有1亿人口啊，但是你打出去的人啊，你也占了国家能够去操作这个农作物的这些壮丁啊，也是比例是非常高的，导致你一个农产品农场里面啊，它是没有足够的壮丁啊去操作这些农机具，还有做这些的耕种啊或采收等等之类的。所以是说啊，他马铃薯不够了，所以他们国内的马铃薯一度飙得非常高，是在战前的3到5倍啊，这我们之前提过。说后来他们方法是什么呢？由中国去怎么样？通过那个铁路啊，一带一路方法，直接把它的冷链，直接把中国的马铃薯啊，源源不断的什么送到了俄罗斯里面，所以俄罗斯就稳物价了，对不对？意思就是说啊，他们自己种出来的成本太高了，而且没有人收，而且会烂，那都因为他们没有冷链，那中国都有冷链，有铁路，有运输的技巧，还有很多的一些经验老道的司机，哦，这些都有，所以他直接把你运过去，连他们的铁路都有冷链了。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就解决了俄罗斯的燃眉之急。从这个边角料，我们就可以知道，俄罗斯打仗打下去它是有困难的。为什么？因为能源是有，而且你的农作物是有，但是没有人去收，没有人去收，导致你的后面粮草就不济，粮草不济，你这个仗打到尾声了。啊，这个是从我们之前谈那个边角料里面知道，是说跟各位预测是说，这个事情啊，俄罗斯就倒大霉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发现到这次他们在谈，为什么这次普丁愿意去跟特朗普去谈呢？因为这个特朗普他是明白人，他是个生意人，所以他就知道你今天这些事情发生了之后，那你现在跟我谈正式时间，对不对？因为你打了有点什么强弩之末啊，强弩之末不代表你没力，只是你打起来啊，你要再往前是有困难的。各位懂我这意思吗？很多人的预测是说俄罗斯他可以继续再打到基辅，我也觉得他可以打到基辅，但是你最后你得缩回去，为什么？因为你的人力跟物力不足以统治这么大的土地。是不是？你要说回到过去的1911年那个时候，那也是不可能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在整个状况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俄罗斯你要打下去是不容易的。那加上他们的一个经济啊，也就发现是说，他现在是没有办法去维持他的经济，因为过去年呢，他的经济 GDP 啊，在2023年呢，你还有4点多。但是到2024年的时候，你是也有4点多，但是呢，你到2025年的同期的时候啊，你只剩下1啊，甚至是到0点几、0.75，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你国内没有人去生产这个产值。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我们今天在看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去明白一件事，就是说，你这个国家你经济要好，不外乎是人好，还有财这2个地方。人是指是什么？我能够用人类去做消费、去做运动、去做运筹帷幄，还有去做出劳力。这个财是什么？工业力。你的工业力啊是必须能够是说你人用的少，但是产值能够维持甚至更多。说人跟财啊，资财这个东西啊，那你必须都要有。那俄罗斯弱在哪里呢？他没有财，人是有，但是他没有这些工业的能力。好，他们的军事工业现在也退步了，说不是像过去的俄罗斯那么强大，是说他还有足够的工业去做，但是他现在没有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要再打的话，他现在要打的东西，他一定可以继续打下去。但是问题是，他的粮食从哪里来？各位懂老师意思吗？现在已经征收这些粮草啊，至少可以打3个月。好，3个月，老师就说3个月。所以说，我觉得在2025年呢，这个俄罗斯啊，它必须要进行停火。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预期到的一个事情啊，这个概率是比较高的，至少50%以上，一半的概率以上啊，它是可以到停火的一个决策，大概65%的概率吧。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粮食，你如果在你的原产地里面你都没办法产出来了，那么你就必须用市价去跟中国买这些马铃薯，然后再把它包装一下变成军粮，然后或是其他的物资，再送到田间去的话，它的成本，它的这个军粮的成本太高了，你知道吗？你自己国家里面种这些土地，那么我自产自销，我的压力很少。但是如果我采购来了，虽然百姓觉得好像差不多了，简直是贵大概1.5倍到2倍，但是呢还是可以接受，总比贵5倍好吧，对不对？所以说呢，它就会变成是说，你那个俄罗斯本身啊，它的军粮采购的价格就变高了，变高状况之下就不利它的经济发展，加上国内也没有人，他们的行长也对这个颇有微词，说你再打下去，我们国家经济撑不下去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可以预测这个战争是会结束的，因为它能正撑3个月，3个月之后能不能再撑是可以撑，但是再打下去你可能再也难往前了，因为你要守得住嘛，你懂我意思吗？你俄罗斯一直不断的派新兵一直往前线战场去，就是为了巩固战线。
但是你再一直往上走，它是一个辐射的，他们不是只有一个点，它是一个辐射的一个国家面积。如果你是一个辐射的国家面积啊，那么你就要去知道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你就要去知道是说，他的人他不是只是靠据点去安排，他就必须要很多的一些各种不同的碉堡啊、不同的联系网，然后所组成起来这个边境的防卫线。啊，这个其实在中国大陆的朋友你们应该比较清楚，因为你们的边境的战士啊，就是每个地方去啊，都去要驻找很多的边境战士，要去守卫你们的国土。那这个俄罗斯也是一样，说他打下去，他只能打什么？打到打赢啊，打赢为主，但是能不能再去往前，这是问号。以他们的战线来讲，他们其实人跟粮如果是够的话，他其实可以比现在快速至少3倍的往前推的速度，那至少3倍，因为什么？因为乌克兰他已经没有人，而且没有士气啊，什么都没有，他是三无领导人，没人、没钱、没士气。好，他现在泽伦斯基是3无领导人。那么3无领导人状况之下，你说你要怎么去防御俄罗斯呢？有很多战场传出来，消息就很简单，俄罗斯的人只派多少个人去？只派200人过去，然后乌克兰800个人的那个据点守护者全部撤退。我连打都不跟你打，我就直接撤退了。为什么？因为我不想打，我不想死啊，这么简单。我就想活下来，活下来就活下来啊！你赢了，你算你赢吧，对不对？我就撤退啊，反正我就撤退啊。指挥官不满意，那你就不满意吧，不然你把我踢出部队啊，对不对？那有800人，如果你再造反或投到俄罗斯那边，你不是更糟糕？是不是？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其实俄罗斯它能够在进军的速度其实是很快的，但是它为什么现在这么慢？就是因为我在往前，我的补给线，我所需要的资源就要用了很多。你饿百姓没问题，你饿皇帝也没问题，你不能饿到前线的战士，因为前线战士饥饿起来，他就会回头过来打你。就这么简单，因为这个是没有吃饭的嘛，对不对？你那个官兵变强盗，这个在历史上是常有的事情啊，官兵变强盗，所以他还是必须要有足够的粮草。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他现在跟普丁去跟特朗普去谈这件事情啊，真的是一个绝妙的时间。我只能说啊，特朗普真的也不愧是一代枭雄啊。哦，他真的是一代枭雄，能不能干好事我们不说了，但是呢，他真的还是有他的一个能力跟智慧。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亚塞拜疆的问题啊，各位可以去了解老师讲的为什么。所以他们现在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很简单，就是领土交换框架。很多人不是很了解领土交换什么意思啊？领土交换难道是拿莫斯科土地或者俄罗斯土地去跟乌克兰土地交换吗？就领土交换吗？不是这样子哈。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它就是说我俄罗斯现在的军事很强了，对不对？所以说我预计可以打下来，我们谈的过程之中，它就可能打下来了，是不是？打下来之后，我还可以继续往前打战线。哦，双方都有军事专家，不要想说特朗普他只是生意人，他没有军事专家。其实从最近的一些部署来看了，我相信他里面有纳了很多新的幕僚长，就军事的幕僚哦，他不是像以前一开始上去的时候蛮干，他现在里面应该有很多的军事幕僚加入进去了，所以他们打起来现在变成很有特色的打法。哦，这个我们等一下后面去验证。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哦，那就是说，俄罗斯提出来，我可以打下来，但是我还没打到的地方，我不打了，我就不打了，我在这边停火了。所以说我把我要打下来的地方，可以打下来，但是还没打下来的地方，啊，跟你交换啊，变成是说呢，我们可以做停火啊，这个地方我就割裂起来，就变成停火了啊，这个是所谓的领土交换。说这个事情能不能达成呢？这个事情我们在这中国历朝历代是有，但是呢，我们只能是说，现在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上是很难达到的，但是不是说不能啊，它会有后果的，它只是说不容易达到，但是呢，它一定可以找到一个这边境停火的地方，比如在苏美那个地方，它那边有天堑，对不对？它在苏美那关天堑弄起来，然后扎波罗热，你那个顿涅茨克、卢甘斯克那4个大州啊，都把它守住了，那其实对于俄罗斯来讲，它就是莫大的一个胜利，加上你的克里米亚啊，实质上如果也被承认了，那真的是莫大的一个胜利。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他必须要讲什么事情呢？那个乌克兰当然是希望说，你先停火再谈判，那你别打了，别打了，对不对？你不要再过来呀，然后我们再谈判嘛，是不是？让我喘口气嘛，是不是？这个当然俄罗斯当然知道啊，你现在不打你就不听话，打了你就逼着你听话啊，这个是以武力去逼迫谈判，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但是欧洲也不同意啊，欧洲就说：“哇靠，那你现在如果是被那俄罗斯往前走了，那么开玩笑，那我的安全是不是有问题？”所以说呢，我们伟大的波兰啊，波兰这个国家很有意思，他就可能跟我们的伟大的党的领导人学过，他说什么呢？就是呢，那个俄罗斯不倒，那波兰不会好，打掉乌克兰，那下一个就是波兰，对不对？这个口号有没有很似曾相识？现在在波兰就有这个方面的状况，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中华民国也是不错的，我们有文化输出了，别人也在学我们的一个口吻了，对不对？
说在这个状况之下，波兰跟欧洲啊就很不愿意，包括法国很不愿意。为什么呢？因为法国、德国、波兰还有那些国家，它本身就是面对在乌克兰接壤的地方，他们第一线跟它最直接的一个关系。你说你在其他地方，西欧那个地方，他才不管你的，对不对？北欧人也不管你，讲也没用，反正离我那么远，是吧？要打先你们先被打掉，后面才轮到我嘛，对不对？就在这个状况之下，欧洲当然不愿意，那乌克兰当然不愿意，但乌克兰不愿意也没什么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乌克兰是泽伦斯基不愿意，这么简单，好，这么讲好了，泽伦斯基不愿意，最后泽伦斯基如果不在了，那这件事情就结案了，懂我意思吗？所以很多时候啊，就是在这么巧合的事情，当泽伦斯基不在了，这个事情就没有阻力了。那么，请问一下，泽伦斯基还能够呼吸多久？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如果他是一个阻碍，就是跟我们之前看太平天国一样。该活着的人你还活着，你一直在那边呼吸的话那你后面的事情当然不好办最好是那个人不呼吸了全部人都活了，掉一颗脑袋总比掉那个10万颗脑袋来得好嘛，对不对？所以说他就有可能突然的不呼吸，什么原因不知道什么原因不知道，但是他只要一不呼吸，那整个局势就会翻转。所以这个局势有没有非常很困难呢？其实也没有其实也没有这个状况，他的状况就很简单，就有一个人不呼吸，大家都可以继续呼吸了。所以说，你说对于美国来讲，有些人如果不呼吸，对他来讲是利益最大的话，那么那个人就不应该呼吸。这个东西我们相信在历史上，在整个近代史上面就是屡见不鲜。所以说这个问题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并不是只在于是说泽伦斯基他要不要继续呼吸的问题，而是在于如果这个协议被美国强势的通过，并且承认这件事，俄罗斯他的一个胜利的领土的边际跟他所能够得到的地方，如果被特朗普所承认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完了。什么叫完了呢？各位，你要去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现在整个世界在2战以后重构这个世界格局，它是依据于什么样的状况？很简单，我们之前在去年我们讲过这个主题，可能新朋友不知道，我们现在整个国际的一个模式，它建立在联合国的之下，它就是形成了一个什么周天子的一个盟邦。也就是说呢，联合国的意义就是在于你主权不能够再扩张。意思就是说呢，你现在联合国一成立了，你家在哪里你就在哪里，你也别往外走，你也别往内走，大家就这么定了，就没有什么好说的。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就知道是说，联合国成立就是一个周天子来去管理的联合国嘛，周天子去管理，所以联合国领地是不是很小？这跟周天子的领地是不是很小是一样的意思？所以联合国走的就是周天子的一个模式周天子的周王室的拥有这些王田不多，但是呢，他管天下诸侯。那联合国的产地很小，日内瓦，对不对？然后他管天下的国家，是不是一样的意思？但是如果连周天子都无法去阻挠的时候，那就会变成战国时代。各位懂老师意思吗？三家分晋等等的状况就要出现了。那三家分晋很简单，那个晋就很容易就可以联想到谁？乌克兰，对不对？因为你现在弱了，那我当然妈要吃掉你是正常的事情。波兰也想吃乌克兰，对不对？任何人都想吃乌克兰，那俄罗斯也想吃乌克兰。那么就三家分晋不就好了嘛？美国也想要对，英国也想要每个人都想要。那下面有地下的东西嘛？说在这个状况之下，如果美国强势的承认了你这个东西就是应该是由那个领土交换，然后赶快停火，然后承认你的边界，新的边界，那就变成了战国时代。那战国时代的话，那美国他就想成为霸主、霸王，对不对？这天下的霸王，那可以这样子吗？你看他也实力也不够，所以说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面你有一个天下的一个共主周天子，他已经实力弱了之后后面出现的所有的霸主都是一直不断的换，对不对？还是任何的一个国家都有可能去角逐问鼎天下，就是成为一个霸主，对不对？那现在就世界上就变成这个样子，天下大事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联合国的框架之下之后，我们现在遇到的事情就是怎么样？战国时代，战国时代就是说，几个霸王再去轮流，然后呢，大家开始兼并。所以说，我们迎来下一代现在这00后要面对到的未来的世界就是战火连天、烽火连天的一个世界这个很可怜，那没办法，那就是你们遇到了嘛，对不对？就遇到了，对不对？我们老人家会躲到后面去，大后方的去耕田，然后呢，烽火连天交给你们了，对不对？所以只能这样子啦。10后应该是最惨了，10后的后面的应该是比较需要面对这些重大的一个问题了，因为大不大、小不小，资源也被都吃完了。所以说呢，00后不叫更难，不叫最难过，是10后最难过。10后面对的世界是非常非常痛苦，到了20后，那更加的险峻，因为你整个生态都要被打坏了所以说，天下大事，我们要进入一个100年的战争、100年的战乱的状况，这个是很容易会出现的。所以说，现在这个美国跟俄罗斯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是说，它最大的危险是在于什么？在于是说你边界的所有的改变，会造成了全天下的意志的交换。
比如说我们看到什么？看到中东以色列建国这件事情，为什么只有美国先行承认，还有一些大国承认，那他不得不承认以色列建国？对不对？那巴勒斯坦就不能同意，因为你那巴勒斯坦同意建国之后，那你开玩笑，那以色列变成非法居住了，因为那个地方本来是巴勒斯坦的领土，是不是？说很多事情因为这个样子，你会导致了很多的人去兼并，就变成了合法性，因为霸王你都可以占领别人了，凭什么我不能占领别人？就在2年前，老师在谈这个乌俄之战的时候，我们就讲过这件事情了，老铁都知道都是一定要这个状况。所以说我们发现这个事情的时候，那未来台湾这个不用讲，台湾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其他国家要进行的一些，比如说北爱尔兰或是其他国家要进行兼并的时候，那战争就师出有名，因为周天子你无法约束，你连乌克兰都救不了了，对不对？你要告诉我你要救谁？是不是？那这个时候，你日本能不能蠢蠢欲动呢？没办法，因为他的实力太弱啊，日本的实力太弱，现在真的没办法，他的邻居中国实在太强大，强大到你真的这个什么，这个日韩加起来还不够中国一个东部战区打的，你知道吗？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日韩是没有什么办法的。所以在这个模式之下，未来我们面临到乱世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所以说老师还是建议哈，在这几年的时间呢，我们这个接下来我们会更新到明年的流年了，但是我还是先各位预告一下，未来几年的时间呢都不适合你去扩张，不适合你要去干什么大事，你他妈就好好把现金拿到手上，把本事学会。各位你还记不记得一件事情？我从去年初我就跟各位去讲，你一定要有社会性专长，社会性专长，对不对？前年就开始讲了，你一定要有社会性专长，为什么？因为你要迎来的是一个你必然会面临到大失业的状况，你30岁以上就很危险，35岁你必失业。那个时候我跟各位讲，你一定要社会性技能。到现在台湾，现在无论是台湾、美国任何一个国家，你现在能够告诉我讲的是错的吗？我能够讲的是错的吗？我早几年跟你讲你要学社会性技能了，对不对？那我也尽量的把我的那野人献曝的技能交给各位了，是不是？还有人不买罗克，是不是？为什么？Look at my eyes， 对不对？懂我老师的意思吗？你该去做的社会性技能，你就该去学，是不是？你该去懂的事情，你要去懂，不要以为你现在稳固你就没事，那是不可能的。台湾，你有想到你会将近30%的关税吗？前几年你讲人家觉得你疯了，是不是？这个算命的一天到晚讲的那么天灾人祸，你他妈真没有天灾人祸出来了，对不对？天灾我没有预言了，那人祸是不是出来了？就是关税。你台湾未来下半年，台湾为什么要撑半年？因为我们还有储蓄。但半年3个月之内，我跟你讲，台湾3个月之内啊，你这个关税如果没有解除啊，那我告诉你，真的会出现很多社会问题，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我还想在台湾待3年，对不对？等我小孩毕业，这个上大学，是不是？那我还不知道能不能顶得到。我说真的，我都不知道能不能顶得到，对不对？唯一比较快，跟我跟两岸统一那个比较安心。那没有的话，我告诉你，台湾自己的经济就完蛋了，那个是非战之罪，何患无辞啊？这个是没办法的一个事情，好吧？所以说我们要去理解啊，这个美俄之间它谈出来的事情会影响全世界，你整个领土的问题，你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因为美国他是认为是什么呢？他认为是说这个世界由大国去话事。那他讲的意思不就是像那些霸王就说，对不对？无论楚国啊，就是秦国还是什么，这韩赵越啊，对不对？这都是一样，霸王说事。那美国就认为我是霸王。霸王就应该话事，所以说我可以管你们，你们不能管我，他就当霸王。联合国昨天这个局势是越来越明显的，但是美国能不能往前呢？这个事情是有一些争议的。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能够预估，就是说美国现在已经要开始怎么样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啊，他单方面的要开始跟俄罗斯怎么样呢？去购买一些原油、天然气，或是说解松了对俄罗斯的一个制裁啊，不要说全部解除了，就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那么你全球的原油啊、能源的价格啊也会下降，大概下降预测的金额大概$5吧，啊，不到5，大概是8%左右，$5左右。那当然，黄金啊一些价格也会下来哦。但是协议如果真的是没有谈完的话，那个当然还是会危机增加。所以说你真的要去打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3个月之后啊，我们就可以看到俄罗斯他到底有没有战力去打。他如果能够抵抗得住他粮食不足的问题，那么就必须有谁来帮忙呢？他一定是需要中国来帮忙，没有中国帮忙，你的粮食不够，不然他只能靠印度帮忙，因为印度你得进口过多的粮食拿去给这个俄罗斯，那希望里面没有含大肠杆菌就好了，对不对？所以说。喝泡过的粮食给俄罗斯吃，俄罗斯他会嗝屁吧？所以就是印度或泰国，泰国可能不够，你要大概印度这些大国、超级大国，然后能够给俄罗斯粮食，而且是很便宜的粮食，那么这个事情才有的救。而这个状况之下，印度会不会跟俄罗斯达成更多的战略交易呢？会。为什么？因为川普对印度提高50%的关税，50%啊，你是把阿扎的面子啊往地上去摩擦，你知道吗？真正是按上去，你摩擦，这个不夸张啊，因为。
印度一直打的是什么？这个是美印一家亲，对，他完全是靠美国然后去对付中国。他现在发现不对啊，中国我打来打去，我第一个打不赢，第二个我靠你，然后你还反过来制裁我，就因为我买俄罗斯的原油。那现在好了，那你自己也在买俄罗斯的原油，然后我不能买，我不能去海削一笔，那对吗？你让阿三不吃咖喱没有事，你让他没钱赚，他跟你拼命。这个三哥就是这么样的个性，是不是？你什么都可以去弄他，但是你不能让他不赚钱，他要的就是钱，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好不好？所以这就不行。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只能是说3个月就可以见真章，就是他能不能有能力继续打。如果他得到其他国家的澳元粮食有办法去注入，那么他们的人力还有工业是不是能够得到中国的科技去援助他？比如说他的基站啊，或他们去做一些重大的基础建设啊，比如说俄罗斯也进行大基建。那他如果跟中国合作大基建的状况之下，那么他本地的劳工也会有产生 GDP， 那这对俄罗斯来讲就是怎么样可以力挽狂澜的状态。除非有印度、有中国，还有包含了北韩金小胖这些国家通力的跑去跟俄罗斯去合作，一个提供工业制品，我不提供你武器，我提供你工业制品然后提供你技术，提供你基建，然后配合起俄罗斯大建设，那这个好。对不对？还包含他们整个物流网啊，什么东西都给你改建，那这些东西跟中国借钱就可以了嘛，对不对？不怕你不还，你不还的话，你就把以前那个爱国条约签的东西还给我嘛，对不对？所以说他就会还，对不对？那他的百姓就有工作做，有工作做，那么他就是有 GDP， 有 GDP， 那这个仗就可以继续打。粮食当然从印度那边运过来，或从巴西、穆豪斯，或是从阿根廷那边运过来，那都还有机会。我们就要看后面是什么呢？后面就是其他国家有没有跟俄罗斯开始因为美国的制裁而开始跟俄罗斯有大规模的合作。那军火部分要的就是子弹跟火炮嘛。那这件事情很简单，就是有谁来提供了？金小胖嘛。金小胖也是可以靠他卖这些子弹、卖这些手榴弹或者这些军规制的一些低端武器获得很大的 GDP。所以金小胖也赚得不亦乐乎啊。他现在也没怎么搞什么事，他一心挣钱，对不对？像中国的讲的一心搞钱，对，把钱搞到就好了，是不是？说小胖为什么现在不搞核武？不增加大家的一些曝光度，没有用啊！我现在忙的每天都在搞军火是不是？搞子弹卖给我俄罗斯老兄弟然后去俄罗斯战场上回来，这些人变我种子教官终有一天那个他就希望两韩能够统一然后是由北韩去率领的，有没有这可能？不可能，这个不可能两韩统一统一的人不会是北韩，那他也没办法，就是他们必须发生世界级的一个灾变，那么那个时候就别的国家去主导南韩的统一，那或是南北韩的统一，但是不可能就是说他们两边自己找出一个共主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好吧？因为两个韩国人内窝里斗从历史看出来，就从来没憋出什么好屁来这个我们可以知道的事情，好吧？好，看各位有什么问题我们接下来讲的是另外一个部分感谢 David 感谢 David 赞助感谢 David 赞助，谢谢小泽现在好好享受，他现在晚上，我告诉你，要是我是泽伦斯基我晚上睡觉，我2只眼睛都不敢一起闭都敢一只眼睛要张开的睡，对不对？谁知道哪天会把我干掉？两岸统一的话，台湾有非常多的问题。其实问题不多。我说真的，台湾其实问题处理的东西就只有民变。那现在民心已经思变了。但问题我们等一下有时间讲这个事情的确是这样，还是我们先到前面讲也是可以。想一下喝一口茶，想一下。好，我们台湾问题稍微讲一下好了。其实台湾问题这个事情是比较简单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呢？所以我们还是讲一个历史故事历史故事是什么呢？就是满清末年的时候，满清末年八国联军或是一些各国的联军，或是英法联军，你以为为什么我们的八旗兵勇都没有办法去在各个比如说天津口岸或在每个口岸去抵抗外敌嘛？第一个当然是他们的军力不够，第二个就是他们军事吃不饱的。各位你要懂老师意思，当年的八旗兵勇他是吃不饱饭的，他是没有薪水的，他的武器是没有办法更新的。你说他不勇敢吗？勇敢也没用，我他妈的不是拿个小刀去跟他对抗嘛，对不对？而且我没有饭吃，你要我怎么办？就你不要看什么《延禧攻略》或者什么的王朝然后那些八旗将士每个都是什么容光焕发，演那个铠甲统一军马威武不是这样子的。清朝它的武力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它只能够打进来，但是它没办法守下来。为什么没办法守下来呢？因为你知道他们的规定是蛮奇葩的。这个满清你是贵族对八旗兵勇，然后你要去当兵，那么他如果把你编的禁卫士兵，你不是所谓的这个步兵的话，你就必须怎么样呢？你就必须去养马，你要马才当骑兵嘛，对不对？八旗兵有马上称雄嘛，但是马谁的？那马不是国家发的，你知道吗？清朝的那些骑兵马不是国家发的，马
有国家发的只有上寺院，也就是那皇帝家里的马啊，那个是国家付钱的。但是八旗兵勇的马，那是由阿兵哥本人自己家里买的，自己家里买的。那个马很贵，一匹马我记得好像要差不多200两啊，200两。但是八旗兵有1年的俸银是80两，等于是说了，你去当个兵啊，你2年半的一个饷银啊都不够你去买马的，对不对？而且你只买1匹可能也不够，你要买2匹交替的骑，那你要操练嘛，对不对？那养马就买马就算了，就像怎么样呢？像老师这样子的没什么收入的人，我养个Toyota可以，是不是？但是你要我养2台的那个爱快罗密欧，那我就不行啊。为什么？保养钱就很贵啊，对不对？所以磕一下碰一下，就几十万飞了，开玩笑，我命都不值几十万了，然后你车子几十万，对不对？所以就不行啊，所以说不行。所以说呢，我们就是现在看到这个事情就很简单。八千兵友如果他已经没有办法因为自己有办法去维持生活，然后去抵抗外敌的话，那么当然人家来的时候，那当然就是怎么样，就赶快是把人带进去啊，你该怎么打怎么打吧，随便你。台湾现在状况也是一样，为什么？因为不是说我们阿兵哥没有薪水，而是说百姓的这个我们现在的伟大的党啊，民主的领导人，那这个反正讲那么多，我也知道大家都是谁了哦，他对民心实在是不够的，所以说他没有办法去凝聚百姓的力量，说大家都等他看他好戏，都没有办法去说我们要去对中央有所拥护，因为他要我们的命嘛，对不对？我这么活不下去，你要我的命，然后要我去支持你，这有办法吗？关税30%，我告诉你，谁去谈最多到20%，这是实在话。就算是换了蓝或白，谁去当总统都是一样，你最高谈到就是20%，你不可能更低的。我是说真的很认真的，因为台湾你没有筹码，你的筹码就他妈就有台积电、联电这些日月光这些厂。但是你说你筹码不高，你知道吗？而这些厂外资持有率是很高的，他们是可以主导董事会的，所以说你没有他们的单是不行的，你能够谈的筹码是很有限的，你能够谈到20%就已经是非常厉害了。但是现在状况不是20%而已嘛，对不对？叠加上去30%都有可能。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是台湾所有中小企业至少60%以上，你是没办法继续干下去的，因为你必须去跟欧美去做这些生意，那尤其是美国，因为我们长期是对美的一个贸易啊是顺差是很高的啊，所以说当没有状况之下，我们这些工业就没办法去干了。那你没有这些工业状况之下，我们就说10%的人没有工作了。10%的没有工作了，后面就有30%的百姓你衣食无缺，因为每一个后面都养好多人，你懂我意思吗？每个后面都养很多老婆小孩，还有你这些爸爸妈妈，是不是都这么多养？还有一些小三小王的都得养，是不是？一个人养这么多，那你钱哪里来？那上班来的嘛，是不是？那你没班上怎么办呢？没厂开怎么办呢？那就没了。对不对？所以说它影响到的层面是非常高。在这个状况之下，你大概这个3个月、半年之后，这个弊端重现之后，自然而然，我告诉你，不用别人打我们，我们自己就乱了。我们自己就会乱了。那说可以撑多久，就看台湾人民你有多少存款，有存款的人撑到最后。所以我一直讲到现在，倒数计时，当然也快1年了，你知道吗？就快1年了。我们讲了快1年的时间，你一定要有现金存款啊，不是你就回去看我们的流月解说都是一样。现金存款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你只要有现金，你就撑得下去。你不要买房，不要买车，不要扩张，你就撑得下去。你买房买车你就撑不下去，因为你要付贷款，除非你是直接现金买，现金买你现在也亏啊，对不对？你当时现金跟我讲有现金买房的，他们买了这，他们是用3折钱买，那是因为他之前可以全款买下，然后那个再贷款就可以，但是他现在资产砸到手上，但是还可以变现，他还是可以变现，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变现啊。对不对？我去年就告诉你，你现在买房子，你必然砸在手上。为什么？因为你的涨幅不可能超过你过去买那样子的高端，一定是往下的。现在有没有往下？就往下了，对不对？你不要跟我讲市场喊这么高，喊价哦，跟你最后成交价是2回事。要么不成交，要么就死撑在那边。谁撑得久呢？我告诉你，绝对不是我们撑得久啊，一定是有钱的人撑得久，好吗？老师之前说过了，看不清楚这晦暗不行的灾难，现在已经看清楚了吗？什么样大灾难？灾难不是已经出现了吗？灾难不是已经出现了吗？哎，这个有很模糊吗？灾难不是已经出现了吗？人祸啊，本来是天灾，现在变成人祸啊，对不对？现在人祸不是出来了吗？美国关税这一打开来的话，我告诉你，你以为的天灾地变那是暂时的。我之前跟各位讲过，天灾我不怕，我怕人祸。天灾我们激起人类的一个向心力，会激起我们百姓的一个凝聚力。人祸是没办法，人祸就是大家一起互相攻坚啊，互相一起找死。所以说我们现在遇到这个人祸，就足以延绵到比921大地震还要更久的伤害，会导致我们的这半生的努力啊，我们前50年啊这些老前辈所努力下来的所有江山啊，所有经济啊都毁于一旦。这个已经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了。如果你觉得还不可怕，那么你对这个世界上理解的太少。
不要想天灾多可怕，天灾不就一死而已，但是经济穷穷这个字让你生不如死，这懂老师意思吗？对不对？这个是生不如死，那是很厉害的事情，好吗？所以说你不要去想是说没有天灾，没有预测成功，我一直说过，天灾不可怕。这地震什么都不可怕，那些都不怕。我们去地府里面，我们开直播，我们继续讲课。但是你只要是人祸，完了，真的是 BBQ 了，完了，没有什么好说的，好吗？所以台湾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的整体的经济会一直不断往下滑。我们除非对大陆开放，对大陆完全开放承认一国两制那么这个事情的话就解决了，这么简单就解决了。因为我们在全力对中国进行贸易然后来跟他配合。然后呢，完全打开国门两岸交流。我告诉你，那这个事就结了，没有什么更好解决方法了，绝对不会有跟对中国大开国门，然后两岸朝着一个和平，然后大交流状况之下，承认他们的一个九二共识还是什么共识？九二共识他们不承认的啦。我告诉你，他们要的就是他们的共识不是你的共识啊。那些李登辉那个九二共识已经没有需要了，他们要的就是他的共识为共识。我们只要开放可以谈，然后呢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告诉你，台湾所有经济问题都解说了所有的经济问题都解说了。香港是这么干的嘛？当不港独之后，你看他现在所有的房价这些事情不是往上吗？经济不是稳定了吗？就是这样，因为你小国你没有话语权，是不是？就像各位你看过那个以前那个勾践卧薪尝胆，对不对？后来这两个国家怎么样了？都被吞了嘛，是不是？吴国越国都是代理人战争啊。对不对？你不要说吴王夫差是不是这天下无敌？没有，它只是一个故事里面，它讲的是很大的一个桥段，就像我们巷口两只狗在打架一样，对不对？人在看狗打架，跟狗觉得是我在一决生死，这是一个史诗级的战役，对不对？那时候我们就看起来这两只狗打架打得很凶，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吴国跟越国卧薪跟尝胆的故事。所以打完了最后呢，两个国家都灭掉了，就这么简单。因为后面代理人不给他资源了嘛，他后来就灭掉。有机会跟我们再讲这件事情。说台湾这个你要去救，基本上是没得救我们的结论这么简单，台湾是没有得救的。它结论就是完蛋了没完蛋了，除非美国取消了所有的关税全部变成10或者5，然后或者各自谈 FTA， 我们也不会回来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商家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我再开，我又把成本丢下去了，然后呢，我还要再面临有没有可能再变一次。所以说，有人就这个厂关掉就关掉了，就跟核三一样。火熄了就熄了，你要再重启核电。我们这次的公投核电，我个人会投的是一定要重启，但重启时间是什么时候？各位有没有想过？重启时间是3年后，2028年。你们以为是说我们公投完之后，他立刻嘣就把它点火吗？没有，3年后各位大哥大姐们，3年后3年后台湾变什么样子天来知道我们电费还继续涨3年呢，你还想怎么办？没怎么办了，就是这样子，懂吗？所以很多事情在历史里面10年是一个非常短暂的一个时间，但是呢，我们也播了已经6年了，对不对？我们还有还不到一半的时间，我们用这个10年来见识一下老师预测到底对不对？好吗？现在已经有人说3年之内必有两岸统一，对不对？我之前在讲的时候，谁信我谁信我每个不是嘲讽我的，是不是？结果就是这样子的，好吗？好，那我们这个讲完，我们就赶快讲下去不然我们会来不及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另外一件事，就是美国的战略经济跟战略这个事情也是非常严重的。比如说怎么样严重法呢？各位去知道一件事情我们首先讲一个美国特朗普为什么他很厉害的结论。这个美国他在2025年8月8日的时候就父亲节那一天他跟亚美尼亚跟亚塞拜疆到中国称亚塞拜然，他们签订了什么呢？签订了一个很有趣的签了一个法案，名字很有趣，叫做特朗普国际和平繁荣之路的运输走廊，就是他们两个国家握手言和不打了，然后呢，他们必须在他们领地的南边开了一个繁荣之路，叫特朗普和平繁荣之路这运输走廊。这个运输走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做一个在里面有一块飞地就是说大家可以去通行，然后呢，这个地也就算了，你开这个走廊，你自己国土嘛，你要开什么公路铁路那是你家的事情，但是这个走廊是在亚美尼亚境内修一条42公里长的多式联运走廊包含了铁路、油气管路跟光纤，连接亚塞拜疆本土跟其他飞地，叫做纳西切万那美国它在这个条路里面它获得了99年的独家开发运营权其中利润美国收到40%，亚美尼亚30%，亚塞拜然30%。这条走廊的名字叫做特朗普国际和平发展之路，叫 TRIPP。一个人可以自恋到这个地步，我真的觉得是无以复加了，你知道吗？这是我真的觉得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自恋的人。所以说呢，这条路啊，那你说这个事情怎么去做呢？也很简单，这条路啊，既然是美国百分之什么有40%的一个利润分配比，然后它有99年的经营权，谁去经营呢？当然不可能是美国政府经营啊，美国是个小政府国家，所以说呢，经营这条那个繁荣之路的公司呢，是由特朗普的关联企业叫做世纪桥梁集团去主导运营。所以说呢，捞钱是怎么捞呢？捞钱就很简单，我说捞就捞，我说是什么就什么，对不对？我要指鹿为马，那是我家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令人觉得非常非常的夸张。这条路，别人国家的路，就可以由我们的政府官员甚至总统指派他自己的公司去经营，这就像什么呢？我告诉你，这个事情跟历史是有关系的，就跟袁世凯一样啊。袁世凯他当了这个洪宪帝制啊，他还是有他自己的矿业，他生产的有了什么，在那个东北地方有了矿业啊，或者各个地方的产业，他开了很多公司，对不对？当洪宪帝制结束之后啊，这些产业给谁呢？北洋政府跟那些军阀没有人去跟袁世凯讨，就是说呢，你只要不动国库的钱啊，其他东西是你自己去继承。所以是说呢，他那些所有在洪宪帝制里面当皇帝的时候，他所布置的这一些产业，皇家的产业，全部是袁世凯家里的人带走了。当然有人说他贪污啊，民间说他有贪污，但是实际上在会计账上面看不出来，因为他是私人企业嘛，对不对？而特朗普搞得跟袁世凯是一样的，袁世凯80几级的皇帝，特朗普嘛不一样，他可以当8年的皇帝，当的比较久，挣的也比较多嘛，是不是？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呢，我们就要知道这条走廊啊，它是紧贴在哪里？它紧贴了伊朗北边的边境，最近的地方只有800米，连1公里都不到，800米的地方。所以说，美国它可以用安保的名义啊，在这个伊朗的边境啊，去设什么侦察设备，去看伊朗国内在干嘛，是不是？而这个东西又不可能只看几公里，它是可以覆盖伊朗西北部的军事基地跟核设施。等于是说呢，你不跟我进入核协议没关系，我天天他妈盯着你看你核设施在干嘛？为什么？我就在这个地方盖起来就好了。所以说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夸张的地方啊！你有美国去经营就算了，还是特朗普的关系企业去经营的。而这条飞地啊，虽然也才40公里，但是呢，它是与中国的中间走廊、一带一路的中间走廊啊，中欧班列的南线啊，高度重叠，所以说它两个地方都要盯着你去看。所以说欧盟啊也承诺投资100亿欧元啊，升级什么亚塞拜然的铁路分流的中欧货运，然后呢，那这个地方他们要互相去分食这方面的利益。所以这个地方啊，就会冲击到中国在中亚的物流主导权啊，这个事情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而你只是就针对伊朗嘛，也不是，那它包含了伊朗，包含了俄罗斯，包含了中国，都会受它的影响，因为他们3个地方都离这个地方很近。所以是说呢，他要的是什么呢？他要的是说，他在这个地方啊会受到美国的军事威胁。那俄罗斯呢？那亚美尼亚他现在是怎么样呢？他之前是跟俄罗斯站得很好，但是呢，因为特朗普介入之后呢，亚美尼亚现在要驱逐俄罗斯的军事部队，关闭了俄罗斯在亚美尼亚的军事基地，而且还逮捕了他们亲俄罗斯的高官哦。那俄罗斯啊，在亚美尼亚的所有的势力啊都被瓦解了。所以说啊，你说那个特朗普是不是围点打援啊？围住你，然后但是呢，打你后面的资源啊。那现在的确看起来特朗普是很厉害的，虽然贪啊，但是他也打击的也是蛮精准的。所以老师会认为是说，他的后面他的一些幕僚啊，进来一些真的是有用的人，而且是真的是懂国际政治的人，而不是像他一开始跟他第一任一样，用的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人一样，没有，他这次用的人真的是很厉害。而在这个状况之下，亚塞拜疆啊对俄罗斯贸易也跌了73%哦，等于是说呢，它变成是说它要去跟向欧洲去输出它的一个天然气啊，所以说来去挽救它自己的贸易。所以说呢，俄罗斯的那边的市场也会进一步萎缩，因为之前他们的关系是比较浓密一点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俄罗斯也没办法说什么，因为他自己的军事实力啊都砸在乌克兰战场上面了，所以说你就变成是说你想干嘛你也没办法干嘛。那但是战争一打完之后，那俄罗斯会不会去算账？一时半会你也没这个实力啦，因为你部队还往后撤，安排据点，那都是一次明年下半年的事情了。至少1年后啊，俄罗斯才能够去怎么样去介入这些事情。那个时候又是另外一种打法了，因为他得到喘息了嘛，那就另外一种打法了。所以说我们看之前的魏国跟那个楚国，他们为什么他们的战力这么强，但是无以为继，那就是看他后面粮草能不能跟上。为什么后来秦朝统一天下？那是因为他关中地区啊，他有的是粮食啊，所以说他不怕打不怕，而且他那个谁，三星堆又在他附近啊，你说他怕什么？科技的加成啊，对不对？科技点很高，是不是？高了是世界奇观，
对，他就点出来了，是不是？你怎么跟他打？没办法呢。而中国当然刚才讲过，这个因为这个状况啊，所以说呢，他这个中国的这些所在那边的利益就受到影响，比如是说呢，欧盟就压住这个特朗普走廊啊，导致中国在哈萨克跨海货运量啊，在2025上半年啊，首次变负增长，就过不去了。所以他们觉得是说你皮肤白的比较可靠，所以说我跟美国靠近一点了，总比跟黄皮肤的猴子在一起还实在嘛，对不对？跟人类在一起，不要跟猴子在一起嘛，是不是？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它也包含的是说中亚这个地方啊，他们也有战队的压力，比如说乌兹别克或是哈萨克斯坦这些国家啊，他们就必须要去站队，你要亲美还是亲中？那这个在"一带一路"状况之下也会受到影响。这个战略是非常厉害的，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是华人，所以说觉得是说我们被侵犯到不行。我们在看国际局势的时候，我们要去欣赏每一个人的策略，因为在这个状况之下，代表美国现在打的点是对的，然后打的点是对的，可以是正确的去削弱中国跟俄罗斯的势力。好，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聪明，而且非常非常有远见的一个打法。我真的觉得特朗普现在政府是很厉害的。所以这也包含的是说，美国也因为这样子啊，它也可以控制里海的能源外运的这个阀门啦、所以说啊，这个东西啊，就变成是说，它可以掌握了在中亚这个地方啊，很大的一个影响力。所以在这个东西啊，我们要去知道啊，其实中国它现在并没有办法是说，因为大家跟美国都有关税，所以说它可以占全世界的便宜，也倒没有，说这样也没有，因为战略上面中国受到很大的影响了。所以特朗普打的这一手啊，真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我们必须去欣赏这场这个国际政治这个打法的美学啊，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事情。但是啊，这个和平走廊啊，本质上当然还是美国的一个地缘政治的一个影响。一方面趁俄罗斯没力啊，还削弱俄罗斯的力量；那另外一方面呢，通过中国的协商的慢半拍啊，然后呢，他去刺向了中国，去称霸亚洲大陆的一个势力。那并且把他现在高加索平原、高加索那个地区的一些争端变起来了，因为有代理人战争的嘛，像美国势力进来，俄罗斯势力也被驱逐了，那么就另外一个人代理人站在这边做混乱。那当然，每一个人都有他去倾慕的势力范围，有些人亲美，有些人亲俄，有些人亲中，有些人亲日，都不一样啊。你自己想亲什么，那是你的事情。只是我们在看棋局的时候，不要抱有是非对错，你也不要抱有所谓民族大义。我们看的东西就是欣赏别人的战略，去了解别人怎么去做的，这样对我们自己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们才能够冷静看我们人生，然后把我们自己当成棋子去走我们自己人生的路，那么你会走得更顺，好吗？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去了解美国这一步棋是做得很好。而在这一步棋之外啊，我们继续讲下去还是看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啊？没问题我就继续讲下去。但是为了继续特朗普租借可以这么讲那所以说我们现在继续讲下去没什么问题，我继续讲下去。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那美国自己就真的能够成为霸王嘛？其实也没这么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因为现在高关税导致是说它这高利率啊，它自己的公债会有一些很大的危险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可以知道是说，川普啊，他将贸易的加权平均关税提升到1933年以来最高的20.11%，它也会推高了这些企业的成本跟消费品的价格比如说美国人很爱买一些鞋子鞋子涨了40%，对不对？服装也涨了38%这都是非常高的一个状态。所以说现在如果你美联储要做什么事情呢？也就是说你应该降息你等于降美债的利息，那大家都有好处。但是如果你降息的状况之下，你能不能去让美国经济维持，这是一个问号。你为了避免它通货膨胀，那你就因为你物价一定会高，因为你关税来的物价会变高。如果你现在降息的状况之下，那么是不是会维持着高通胀？所以为什么那个美联储它一直不要去降息，原因在这里，因为你通货膨胀是已经板上钉钉的。但是在这个状况之下，如果你下降了，那么通膨就没有办法去挽救了。那特朗普要的是现在有效，现在可以看到结果，那么就糟糕了，对不对？就很糟糕了。所以说2025年在 Q1 的 GDP 它环比是萎缩0.2%，是3年以来的负增长的一个状态这是以拜登总统到现在为止，所以这个状况是比较糟糕的一个问题。而劳动力市场有没有什么成长呢？当然，现在失业率美国失业率虽然维持到4.2%，但是请领失业金的人上升至22.6万人，请领失业金总数达到197万人都在请领什么失业金。其实失业金这个数字是2021年新冠疫情以来最高的，所以说现在就业市场是怎么样呢？就是你现在是招聘是招聘的水位是低的，
但是呢，你的就业是难的不容易的。为什么？因为有些一个人打2份工、3份工，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他们不能够加班，他们人家说啊，美国不加班的，像那个中国996，对996真的是很该死的一个政策，对不对？但是问题是，美国你想赚钱，你也不能996，不然你政府是违法的。所以说，你就说欧美是天堂，没有，人家只是换个方法，我一个工作打6个小时不就好了嘛，对不对？那不就一样的吗？663，对不对？那我是不是也是可以打15个小时的工啊？不然我怎么付我那边高涨的税呢？对不对？小孩子要养啊，父母要照顾啊，小孩子不照顾父母的，小孩子总要养吧，对，房贷总要付吧，是不是？各位你要去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一直不断去提，这个关税会让美国一般老百姓每一年会增加2400元，这2400元等于别人1个月的工资，实拿的薪资的实拿薪资你可能领的是3、4千块，但是你实拿可能就2000多块。等于是说我1个月里面的薪资要几乎都送给特朗普，你去花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在这个状况下，你怎么可能不紧巴呢？你肯定是紧巴的，因为他们的民族性就是被这个2战之后的美国的荣景所去洗好几次这样的观念，就是你要负债消费，你有多少花多少，他们不欢迎存款的，对，存款模式是很困难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们已经习惯这个状况的话，那你现在遇到这种高物价的时候，你怎么去因应？你没有办法去因应啊，对不对？你没有囤这个概念，你不囤钱，不囤食物，不囤什么东西。那你怎么去因应这个世界呢？现在囤你来不及了，因为你要还债啊，对不对？你买东西不是说你用现金去买，然后呢，我是存款，我慢慢去熬，对不对？台湾为什么还可以吃3个月半年？那是因为台湾有存款啊，是不是？所以老师就有囤很多物资啊，对不对？因为太贵我买不起这实话啊，老师在这活得不宽裕，因为我没有什么心思在这钱身上。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要去理解这个事情对美国来讲，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说，在2025年8月10日的时候，美国的公债达到多少钱呢？它达到37兆美元了。我们年初才讲它在破获31兆、32兆，现在37兆了，亲爱的，37兆啊，增长速度真快啊！怎么样呢？他等于说美国人平均负债10.8万美元啊，每一个人就负债300多万台币，这么简单算法，然后相当于 GDP 的127%啊，之前好像是120，现在是127了，对不对？你负债越来越高，只花了不到1年的时间，1年或半载，他就把它搞成这个样子了。所以说这个从34兆到37兆，他只花了9个月他一般来讲这个速度要5年的时间，但他现在只花9个月。他不是说川普那个什么拜登一直花钱乱花钱让公债变高吗？开玩笑，特朗普花钱的速度比拜登快得多了。别人要5年的事情啊，不要说别人3年的事情啊，你就他妈9个月就干成了，对不对？每5个月你就增加1兆美元的负债，是25年前的2倍啊！这统计数字啊，但是这个不合理了你不拿25年前去比啊，因为现在物价比较不一样嘛所以但是这个数字还是很夸张啊，这还是非常夸张的。所以说，现在目前我们所能够知道的是什么呢？2025年美国的国债它支出的利息就1.4兆，以前是1兆，现在1.4兆，1.4兆啊！每一天支出的利息是38亿美元啊！你收到100-200亿、几百亿美元的关税，你是有个毛用啊？你个毛都顶不上啊，是不是？连个毛都没有啊，对不对？这个郑总虽然被关了，但他的毛都没有，这个事情是很好用的，所以他没有办法，你根本顶不住啊。而2025年的 GDP 它财政赤字啊，达到 GDP 6.2%，对它赤字是 GDP 负6.2%，我的妈呀！2035年可能还变成是说你支出缺利息到2.7兆一年啊，你的年收入才多少啊？我还讲的是利息你到期的本金我还没算进去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变成什么呢？那目的现在下调美国主权的信用评级就变成什么重大尾部的风险，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说你要说老师他什么时候会破产？我告诉你，破产之前都是没破产，这不是废话。我告诉你，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呢？这是经济学家说的，这个很简单，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就是破产之前债权人当他失去信心的时候他的崩塌就开始，而且是1天就可以结束的事情。像什么雷曼兄弟，雷曼兄弟就是卖信用的，各位懂老师意思吗？雷曼兄弟本身就操作信用的，所以说我就是买了卖，你也别管我投资什么，反正我给你一个财报就是说我有挣钱，说你们继续投资，你们继续挣钱，继续拿这个利息，利息可能低一点高一点不一定，但是呢你们就拿利息，对不对？因为我的财报是我出的嘛。但是雷曼兄弟破产是1天的时间，1天就没了，1天就没了。对不对？你说其他的银行要倒，它可以撑了很久，但是雷曼兄弟1天就没了，原因就是在于你就是1天就会瓦解，靠信用是没有用的。所以说我们看到美债靠的是什么？靠的当然就是信用。那你既然靠的是信用，那么当人家不相信你的时候，你的美债1天就没有价值，1天没有价值，那么各位你要想到第2件事情是很严重的，这是什么？
那个叫做什么币啊，稳定币，它也变得瞬间没有价值。当美债没有价值的时候，稳定币也会变得没有价值。那这个世界上所有数位货币就变成一锅粥，你会瞬间清零，因为美元没价值了，你卖给谁？你要稳定币卖给谁？卖给特朗普吗？对不起，还不买，为什么？因为他有特朗普币，他有总统币，所以你拿它是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啊。当然，这个关税后来有没有可能取消呢？哦，这个其实因为现在美国法院呢，就是说特朗普啊，你依据了这个国际紧急权利法，哦，这时候全世界的关税是违宪的。那这个能不能呢？你再上诉，再上诉，再上诉，你说真的，这个你没有办法可以去处理的了。他说有，你也拿他没办法。那他坚持不服从那个什么美国的法院的判决，我说真的，任何人都拿他没办法，因为特朗普就这种人，他觉得他说话就算话，正一言九鼎，正以一人治天下，我有什么不行的呢？你说的事情我不承认，那我们继续找其他救济方法，所以说我不签名，那我就行政命令下去，我就是这么干。到了地方的这些公务员，谁敢不遵从呢？没有人敢不遵从啊，对不对？你没有办法，法院都已经没有执行力啊。法院没有办法去强迫政府做些什么事情啊，政府只能尊重尊重法院的一个判决啊。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那个未来呢，我们看到美国的状况啊，它只能是说怎么样了？美联储可能降息，那降息就怎么样？就降低美债的一个利息支出率。但是呢，你还是有可能继续增加你的美债，因为美国现在没有更多的收入来源，那么你当然得放弃这些美债。那如果是说法院真的是1/10的机会，不是1/10啊，你有10%的机会强迫白宫放弃全球关税啊，但是呢，你也没有办法是什么？你也没办法立刻增效，因为船还在路上，你也没办法是说立刻叫，然后立刻出，然后立刻物价降下来，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你收的关税是已经实收的，你不可能退税嘛，对，美国也不兴退税这件事情，是不是？那也没办法。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未来你那个特朗普他后面的粮草能不能去补足，也就是他的一个经济实力能不能补足，这是一个问号。就跟普丁一样，他现在马铃薯能不能送到前线的将士的餐桌上，这也是一个问号。那么特朗普你自己能不能还出钱来，这也是一个问号。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质疑的点的地方在这里。所以说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美国现在希望台湾啊，把所有的包含的是说你的半导体啊，所有的高科技产业啊，全部到美国去投资，这个事情能不能达成？这个事情是可以达成的。我必须跟各位讲。台湾可以愿意把所有的这些高科技厂全部移到美国，这件事情是可以达成的。毕竟外资就在我们的董事会里面，他要强势通过这个决议，那么包含在台协会，包含很多很多的明的黑的力量，都会让这些高科技花了钱去美国盖厂迁过去，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们看台积电、亚利桑那厂现在还是在接受补贴，你还是没办法去盖完。所以你移过去的时间，你需要3年的时间。那么慢慢移过去，那移过去之后，美国是不是就拥有所有半导体产业的完整供应链呢？也不会因为它很多技术必须要慢慢的去试车运转，所以说半导体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达成的事情。但是台湾必然会因为这个状况，我们会不断的把钱汇出去，把人汇出去，然后把所有一切都交出去，然后留下一个空洞留给台湾，这个是一个必然会产生的一个事情。只要现状不改变，那么必然就是这样的结果，那个没有什么好争议的。那美国如果拥有了这些所有厂移过去了，对不对？像老师搬网站一样，是不是都搬过去的时候就没事了？你没用，因为当他可以把所有半导体产业都搬到美国的时候，中国已经有能力做出3奈米跟1奈米了。你信不信？我告诉你，我绝对相信，3年后中国做到1奈米，这是有概率的，很高的概率的事情。因为他现在据说了，我们所得到小道消息，他5奈米的良率已经达到75%了，当然是没有像台积电那么高，但是5奈米如果它75%了，那么它3奈米到3奈米也不会太到1-2年的时间。那攻克到1奈米有没有必要？那就是个问号。就懂老师意思吗？日本它都可以拿到秘密文书、经验书，它可以达到2奈米了。那中国2年能不能达到3奈米？我觉得是可以的。所以等你3年、5年，你都把美国厂盖好，人都移过去了，钱都移过去了，台湾也空了，美国也都有这些设备了。对不起，中国已经开始生产碾压世界了，它的高科技就可以碾压世界了。可很多事情并不是说我们想的这么样的简单，就是说只要半导体就有，没有，它是要时间的。这功夫是时间磨出来的，技术也是一样，都是时间磨出来的。但是你有人，你有粮，有时间，你有基建，那么中国就可以一同赶上。那你当所有移过去的时候，别人已经换届了，你哪个要怎么比呢？所以很多事情并不是说你只有看单一的产业或单一的一个事情你要看别人的竞争力在哪里，别人底气在哪里。柴米油盐酱醋茶，如果对方都有，他跟你耗，你也耗不过他。
全世界现在所有大国里面，柴米油盐酱醋茶都有的这两个国家，一个是印度，另外一个是中国。这两个国家才能够说它柴米六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它都有。只有中国跟印度，说中国跟印度它不怕你关税封锁，因为中国是自己都有的。这个印度是我他妈都这么穷了，我穷到把骨头打鼓了，对不对？平均年龄就是有。为什么印度它这么有自信？因为它是全世界有最多年轻劳动力的一个超级大国，14亿人，它有全世界最多的青年劳动力。为什么？因为他妈的来不及老啊，就死掉了，你知道吗？喝水这么神圣，你怎么会来得及老死呢？对不对？很多人的年轻都嗝屁了，所以他也不断的生，所以他就很多青年劳动力啊。要看的人口结构是要这样看的啊。如果他真的是说这么多青年劳动力，那代表是说他的经济很好，但是经济也没那么好。他所有经济说要超越日本，那是他通货膨胀出来的速度去超越日本。那超越英国，那是因为他的人口那么基数这么大，英国人口基数这么小，你干比别人也不奇怪吧？是不是？说这两个国家，一个不怕饿死，一个呢不怕没有钱赚，那这个事情就有了，好不好？那我们会把它讲到中国的靠腰，中国讲不到了，中国讲不到怎么办呢？啊，中国还可以讲一下，好不好？一样哈，那我们把中国再讲一下，再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哦。说中国这个东西是比较简单的，中国现在我们看到它虽然现在要去跟美国这样去硬碰硬啊，但是实质上啊，它现在就撑到美国顶不住的时候啊，自然会有一些变化。然后美国是不是真顶不住了？还真他妈顶不住了。所以说呢，它又延展90天。为什么？它以时间换取空间。这个特朗普现在做的意思是这样：我跟你拖，我以拖代变。他拖谁呢？他拖俄罗斯。拖俄罗斯，把俄罗斯拖死之后呢，他应该就赢了，他是这么样的想的。至少是说他现在跟普丁会面，普丁也见他了，普丁也是就给他拍马屁，说让他怎么得世界诺贝尔奖和平奖，对不对？这个事情是要去捧他的。那普丁也是政治人物，他是什么借坡上驴，他都可以去做到这件事情。那中国呢，当然就是跟他熬着，反正呢，全世界27%的工业制品在我这边，那你要活下去，你得靠我，大家熬着吧。说中国现在也释放了善意，就是说什么呢？他在93那个所谓的抗战胜利80周年啊，大阅兵状况之下，也会请普丁来去观礼。所以每一个人现在都要找普丁啊，大家来去走什么三巨头的混战啊，霸王之间啊，也要互相的去通有运武，要去沟通一下生气。所以说，美国现在走的是霸王的模式，各位应该可以从中理解出来，因为他只跟大国交好，他不跟小国谈事情的，也不跟小国谈条件的，他就只跟他认为的大国可以去做。他大国是谁？就是俄罗斯跟中国，连印度他都觉得你他妈的阿三，你凭什么跟我谈？所以他封锁印度是完全不手软的，他就直接先封锁了封锁了印度之后呢，就跟俄罗斯去谈。那这样状况之下，是不是让俄罗斯会觉得说，我现在可以跟你谈，那是不是我的制裁可以解了？所以我为什么说普丁是大赢家，原因在这个地方。而在中国，它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说呢，它现在的内部消费是比较差的，所以说他们现在开始做什么呢？做他们的第一件事就是每一个人都必须缴他们的所谓的一个社保社保是必须缴的。台湾以前也是有这个问题，就是说要强迫你缴劳保的时候呢，很多怨言都出来了，钱缴都不搞，给你拍光嘞，对不对？那个是在40年前的时候。缴劳保，那钱缴都不搞，给你拍光嘞，是不是？很多人不缴劳保，因为劳保要缴费嘛。但是你不缴的话，你以后养老就有问题。说中国现在为了老年化，说要强制你缴社保。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所有的租房啊，它规定你租房的地方啊，你是不能够把那些地下室啊，或者一个多隔间租出去。它为什么这件事情呢？就让你防止有人消化，因为大家不买房子了嘛，对不对？你就租给小房子、小单位。那么这样状况之下，你不利房子的拓展。所以当这个状况出来之后啊，那我租不如买嘛，那我可能就买房子，那你房价就有可能一步的回稳。但是那回稳多少呢？这个不一定，然后要看地方。那我觉得啊，大概就维持这样吧。不跌就了不起了，你要涨有困难啊，并没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加上他现在最主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现在他们做的是一个长期的国债，1880亿的超长期的国债也要开始去做，他们去怎么举债，跟百姓举债来去支持他们过去的一个改革开放之后啊，他们有些工业设备需要更新的。这也包含的是说啊，他现在的长三角地区啊，他前7个月的进出口额达到了什么？达到了9.59兆。占了全国37.3%，所以这也代表是说他们整个贸易啊，他们是在私底下不然算是以不夸张、没有太多的宣扬状况之下，他们尽可能增加他们跟各国一带一路或是 RCEP 的贸易。所以这个状况之下，其实对于中国来讲，它的双循环打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的，我们必须要去认同这件事情，它的双循环打的是非常好。所以说，让他们现在的经济啊，你要再进一步的下滑是有困难的是的确是这样子，它进一步下滑是有困难的。而他们自己的科技也是一样他们现在的一个所谓的一些
航太科技啊，还有他们的计算机算力啊，他们现在已经到全球第2了。5G 基站啊，是5G 的设备是全球第1了啊，那个已经是没有办法去抵挡了。包括他们鸿蒙系统啊，鸿蒙系统的设备啊，就设备啊，不是持有的人呐，哦，设备就已经有将近12亿台了。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发展状况。你有这么多人的使用经验啊，未来它就在世界上会有一席之地。各位不要想说不可能，你要去知道一件事情啊，在 iPhone 第1代出来之前啊，没有人会想过安卓可以成为一个大家公用的一个 OS。他想都是要么就 Linux， 要么就是 Windows。你怎么会有个安卓系统呢？大家都不看好安卓啊，会懂老师意思吗？2000年的时候谁看好安卓啊？没有人看好安卓啊，可是安卓早就有了，你知道吗？所以说，你当一个使用者基数多了之后啊，那么它就会变成主流。安卓后来因为手机变多了，变平板上变多了，那就是这一回事，好吗？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发现它自己的半导体也是有成长的。比如说中国的全球他们的首台的商业电子束光刻机在杭州已经出来了，它据号称就是因为我没办法去验证，它的精度可以达到0.6奈米啊，讲是这样讲了，但是这个能干什么？我觉得抱持着怀疑态度了，好吧？这个是抱持着怀疑的，我并不能够去了解它，但是他们的电池工业还有其他的东西啊，是成功的是蛮高的，所以整个状况之下，中国现在进步的速度啊，是比过去来的快，而且快了非常的多，导致是说未来10年之后啊，中国10年之内啊，不要说10年之后。我敢说，10年之内啊，中国将会成为世界上啊，是争第1的国家啊。意思就是说呢，它排第1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争议了，所有事情都会在这个地方，好吧？好，先各位给我借5分钟哦，我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哈。川普上来，美国会很惨，还是会吗？他现在不够惨吗？你觉得他还不够惨吗？你到底要多惨呢？你是多会通过美国人啊？美国现在日子过得很难过，你知道吗？如果你在美国，你不要拿你们家人去看，为什么？因为华人你有储蓄的习惯。你会有家人愿意跟你一起住，那么你跟美国人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土著美国人，你在富人区就富人区，一般百姓你是没那么好去过的，好吧？那个美国已经很惨了，好不好？真的超惨的。国民党谁当主席好了，那不重要了。那个美国民党那个台湾谁当党也那不重要了。台湾的未来已经注定了啊，那个就完蛋了，这路了，好吗？你没有饭吃了，你管他妈谁当党主席呀？他妈没饭吃，你别以为不会，会，绝对会。你不要以为我在吹牛。哎，我早几年都告诉你，一定会有这个状况的。你不要以为我吹牛，我告诉你，要不是我小孩小，我就跑了，你知道吗？我跑去马来西亚投靠我妹，还投到怎样的状况之下？我告诉你，台湾真不能待了。那个不是我不爱国，他妈真待回家会死的啊！我跟你讲，真的啊。所以说还没报课，我还报课，我的功夫让给你了，是不是？你再学不会，没办法谋生，不是我的问题啊。好，感谢曲老师赞助，感谢曲老师赞助哈。川普掏空台湾是为了今后3国鼎立，台湾让步做让步，台湾太小了，听不懂老师的意思哈。老师就跟你讲，川普只跟大国谈生意，他不跟小生意人谈生意。你小生意人利润太少，台湾没有利润，台湾利润就只有半导体，那对美国来讲，你就过来就对了，对不对？我就并购你就好了，你就破产，然后我并购，我捡便宜来去捡漏就可以了。我干嘛跟你谈生意？我干嘛跟你谈筹码？我没有兴趣。你他妈这么小，200多公里的东西，对，方圆这个才200多公里的东西，我凭什么跟你谈呢？先生你哪位啊？是不是？谁要跟你谈啊？没有人跟你谈的啦。所以说不要把台湾想得太伟大，台湾就是一个 nobody， 我们就是 nobody。菲律宾还比我们很伟大，菲律宾还有南海的问题，对不对？还有南海的权利，那我们有什么？我们除了这边喊得很大声之外，那我们还有什么 ？Nothing， 那啥都没有了。过去我们赢大陆，那是因为我们工业力赢他，我们的一些文化赢他。现在谁赢他？我们2个都赢不了他，都跟他比，完蛋了是吗？人类最后全体生活吗？一定会嘛，必然会这样啊，全体生活是会一样，好吗？川普说习做在位之内不会一天武统台湾，那习怎么会相信川普讲的话呢？川普在荧幕之前讲的话不要去当真，我们看他的事，他的态度在哪里，对不对？习近平怎么可能跟川普讲说他在当总统的时候不会亲台？因为习近平他妈的不是总统啊！习近平不是总统，你懂我的意思吗？川普说的是习近平他当总统的时候他不会侵略台湾，习近平不是总统啊，他是总书记啊，你怎么跟他比啊？搞什么鬼啊？哎呀，是不是？中国何时武统台湾？就是2024年的前5年跟后5年，兄弟，我看你名字已经很久了。我讲的话不会改变。2024年的前5年跟后5年这10年之间必然统一。我这之前就讲过的事情啊，那个在2019年讲过的事情啊，不信没关系，我们现在来验证嘛，对不对？绝对给你放验证啊。
绝对让各位去验证。我可以不准，但是我不会乱改，好吧？我不会讲说明天这么地震大选他妈淹死那个没那个事情交给别人去做。隔壁棚的很多人在想，然后我不讲这些没用的事情。我跟各位讲是讲实话，我看到什么我说什么，哎，我不会去为了流量我去骗你，骗你干嘛呢？对不对？我这个行业最应该就是讲实话，因为你来找我咨询，我不跟你讲实话，那么你来听我听好话，那你找别人去聊天就好了，你找摸摸茶去听话就好了，你找那些巴拉行业去听你诉苦就好了。你来找我就跟你讲实话，你看我节目我就跟你讲实话，我只有实话，你不喜欢听算了，但是我只有实话，我没有其他的话可以讲，我就是只有实话。好，最后一次说一下哈，我们的那个在之后啊，在应该是823之后，我们的更新速度会更加的快速哈。因为 AI 做的已经应该会写好。那重要的事情是啊，有人问老师说那个所谓的英国小故事啊，是怎么来的？那是案例，好吧？案例啊，案例那是案例。所以说那个都是老师的案例，只是我没有先讲他是谁的案例，我把前面的一些来问世的都省略掉，我直接跟你讲故事，好不好？这个切入重点啊，切入重点，直接跟你讲结果啊。故事的大纲是这样啊。其实我跟各位讲的故事都不是别人的啊，那都是之前的案例，只是可能稍微去角色要换一下，因为。这毕竟嘛，那大家有些事情有些联络不到了，我就换一下。但是呢，实际上来讲都是真实的故事啊，各位其实真的是可以理解一下哦，这都不是所谓善说什么的，那就是我的案例，案例就是它是事实，好吧？这是我经历过的事实。那这个是其实光那一个案子后面就有好几个分支线了，那我们不讲了，每个人的每一网的因果，那个是讲很久都讲不完的一些事情。我跟你讲，真的把它讲完了，你讲不完了，我可以讲完，我可以讲1年都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人的生命生生世世的，那讲得完，一条故事是可以延伸不得很多的。就像那个小姐，那小姐的后面她嫁给了谁？她跟她现世也是有关系的。她现世嫁给了谁？你那个其实后面的还有故事，好吧？还有就是说那个后来那些秀才啊，你怎样都有，每个人延伸出去都有很多的事情，好吗？所以当中应该有差。如果川普在国民党时期的时候，应该向北京求援，与中国绑在一起，不可能，不会的啊！国民党内部还是有很多人是比较偏台独的啊，那还是会有的啊。那个没有想说国民党一定都是怎么要统一，没有这回事啦。哎呦，你什么信谁会讲这个话呢？你这个活了30年前才会这么觉得。30年前国民党不统一了，30年后他怎么会统一呢？他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和平。国民党。要的是和平，就是说你不要来影响我影响我这边这一块的生活，对不对？还要的是这个，不要打仗，然后维持我自己的利益啊，我们的百姓能够在这个地方法外之地啊，这是最好的，对不对？他打也打不过，那对不对？你要还要就这个结果就是这样吧，我们就不抵抗，好吧？我们不抵抗，讲了是不合作也不抵抗，我们就这么样的过吧。哦，那怎么可能跟他统一啊？谁跟你统一啊？不可能的，政治人物啊，他要就是利益，统一他哪来的利益啊？对不对？不可能的，这是各位去理解的一个事情，好吗？好，那我们今天直播到这个地方哈，那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记得老师的那个消灾忏罪法会啊，那报名到9月1号，那现在已经增加了累世冤亲债主的回向哦，那消灾忏罪嘛，我怎么就忘了这一格呢？还有就是说你要回向给你之前的无缘子女，就是说你可能没他来得及出生的，然后无缘子女，或者他已经。先走一步的啊，那些子女啊，那就是未成年的子女啊，要回向给他，或是在还没有出生的子女啊，你要回向给他的啊，都有，各位可以去看。重要的是我新增的那个累世冤亲债主啊，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了啊，有兴趣再报，或者你要改啊，本来回向给小狗的，你现在回向给累世冤亲债主啊，也是可以，没有对跟错。你原来回向给亲人的，这是像现在想回向给那个冤亲债主，这也可以，你先跟老师讲就可以了，我就帮你改，那个没有问题。不是说好像这样子你就不珍惜上一个人，每一个人他的资金要用在刀口上啊。那我觉得累世冤亲债主是很重要的啊，这个没有是说我本来回向给谁，然后现在改了，或者对方不高兴，那我都还没做这功课呢，他怎么会知道呢？对不对？所以说啊，记得哈，这个有累世冤亲债主哈，那个国内那个什么那个中国国内版还有我们的国际版都有，好吗？好，感谢各位今天收看了，我是陈老师，我们下次见。看到其他都知道我这个后来你们看到，因为我这边会那个。好，拜拜。